奥运会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冠军是一个职业厨子。古代奥运会选手都要裸体参赛，只是因为一个短跑选手在比赛中因短裤脱落所造成的结果。奥运冠军的奖品只是一根从现场采下来的小树枝。这些有关奥运会的冷知识，我们都知道吗？大家好，我是黄小熊，云游八荒。作为现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全人类和平向上的伟大精神。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古代希腊奥林匹亚地区祭拜天神宙斯的宗教活动。那么，起初的奥运会到底是怎样的呢？它是如何发展，又是怎样被叫停，最后又因何传承到了今天呢？据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776年，泛希腊运动会第一次成为了古代希腊奥林匹亚地区每4年一次祭祀天神宙斯的活动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祭祀活动的前50届的主角并不是宙斯，而是大力神赫拉克利斯。起初呢，这个运动会的参赛项目只有一项赛程大约是192米的短跑比赛。参赛者呢是来自希腊各城邦，以及东到黑海，西至今天的西班牙，南到埃及的希腊殖民地的男性自由公民。他们也并非全是职业运动员。正如文献记载第一届奥运会的冠军竟然是一位来自埃尼斯城邦的叫做科罗巴斯的厨子。从公元前724年第14次奥运会开始，参赛项目呢逐渐增加了，包括摔跤、拳击、掷铁饼、跳远、赛马车等18个。赛期呢也从最初的1天逐渐延长到了5天。裁判组的成员也增加到了10人。古奥林匹亚的泛希腊运动会通常是在每年的夏天举行。为了保障各地区的参赛选手和朝拜者们都能安全顺利地抵达奥林匹亚，并在活动结束后平安地返回各自的家乡。各届运动会的举办城邦通常都会提前1个多月就派出使者们到各地区各城邦，通告奥运会赛期以及宣读休战协议。该休战协议呢，从宣读之日起3个月有效。在此期间，若因任何城邦发动战争而导致参赛者或者朝拜者不能如期抵达，影响运动会的顺利进行，该城邦则会被视为对神的大不敬，而被举办方和裁判组按照该城邦人口数量罚以巨额的款项，并取消该城邦参加比赛的资格。和现代奥运会不同的是，古代奥运会只允许男性公民参加，并且从公元前720年开始提倡裸体参赛。据说是因为一名来自 Megara 城邦叫 Osibos 的运动员在这一年的短跑竞赛中，系在腰间的短裤意外脱落，为了不耽误比赛，他不得不裸体跑完了全程。正是因为这样呢，让在场的裁判和观众们见识到了他在运动中无与伦比的健美体魄，而意识到这才是运动对人体的真正意义。然而，如此健美的体魄，当时的希腊女性却是无缘欣赏了。因为古代的奥运会不仅严禁女性参赛，也不允许女性观赛。如果发现有女性混入会场观赛，则会被扔下悬崖。而这个规定的原因呢，至今都不清晰。今天，如果我们来到奥林匹亚这个古代的体育场，在通往入口处通道左右两边，仍然能看到一些古老的大理石基座。根据左边基座上依稀可见的铭文它们上面树立的都是历届运动会中被发现作弊的运动员的雕像。铭文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献系、作弊事实和处罚结果，以检视后人。没想到原来在奥运赛场上作弊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右边基座上曾经树立的，这是历届比赛中的获胜者雕像。与现代奥运会不同的是，
古代奥运会每项比赛只设冠军，没有亚军和季军。令人万分意外的是，在800多名记录在册的古代奥运冠军名单中，竟赫然出现了一位叫 Kiniska 的女性名字，并且还在公元前396年和392年的运动会中连续2届蝉联4马战车比赛冠军。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不是说禁止女性参赛吗？难道说那个时候也有特长生被破格录取的惯例？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名叫 Kiniska 的古希腊巾帼英雄到底是谁。根据从古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发掘出来的青铜祭品上的铭文显示Kiniska 呢是一位斯巴达的公主，她从小呢热爱马车比赛，并精通驯马。她一直梦想着能够用自己训练出的马在奥运会中赢得马车比赛冠军。无奈奥运会规严禁女性参赛，所以呢，她便让随从驾着她的马车，以自己的名义远程参赛，而成为了古代奥运会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参赛者，并连续2届蝉联了冠军。与今天的奥运冠军不一样的是，古代的奥运冠军在夺冠后得到的最珍贵的奖品呢，是在颁奖仪式上由祭司给戴在头上的一个橄榄枝做成的花环。这个花环在后来的德尔菲泛希腊运动会上呢，是用桂树枝做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桂冠的由来。由此可见古代奥运选手呢，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奖励而拼搏，而是真正为了自己城邦的荣誉而战。尽管有一些城邦会给自己的冠军一些象征性的物质奖励，比如说为他提供一辈子的免费的午餐，或者一罐优质的橄榄油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自己城邦带来的荣誉与和平，同时呢，也会让他们自己成为被整个城邦尊敬的英雄。直到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严令废止了这一个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多神教崇拜活动。然而，奥运会和平向上、公平竞争的精神却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宗教背景而消失在悠悠时空之中，而是穿越到了1500年之后的现代世界。1896年，在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的倡导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在他的故乡希腊隆重开幕，并从此继续激励着更为广阔的人类和平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谢谢大家，我是黄小熊，云游八荒。